你要翻墙会需要它，你要追剧会需要它，你要工作也会需要它。超多功能的 VPN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又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VPN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深南智慧大彩神秘名词大解析，献给有听没有懂的你。如果大家有去过中国的话，应该有下载过用来翻墙的 VPN， 来跟台湾的亲友保持联系。而在疫情期间，许多人在家远端工作，也都需要使用 VPN 才能够连接到公司的内部网络。而另外呢，很多人都会使用 VPN 去国外追剧或是网络购物。不过，虽然大家多少都听过 VPN 哦，但对于它是怎么运作的，又有哪些其他的应用，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而且也常听到有人说，用 VPN 要小心资安的问题，不然你的隐私个资都会被看光光。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来介绍一下 VPN 到底是什么，可以用在哪，还有安不安全。那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立志打败 Baby Shark 的洗脑儿歌，你听过了吗？来自芒狗狗 Mango Pop 的我想摸一下，迷幻教材不能只有我听到。新同学，棉花糖猫摸起来什么感觉？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好奇宝宝想摸一下。哇，是软软的毛，嘿，还是黏黏的猫？狮子老师说不可以，还是我们一起来画画？喵喵喵喵喵喵喵，棉花糖猫，要摸我要先问我，可不可以？汪汪汪汪汪汪汪，好奇芒狗狗，不可以也没关系，还是好朋友。现在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订阅孩子最喜欢的双语学习频道芒狗狗 Mango Pop 吧。VPN 的全名叫做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也就是虚拟私人网络，是用来保护上网安全、保护隐私的一种方法。它的具体技术有点复杂，我们今天只会做这个简单的介绍，详细的说明会放在延伸的阅读，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看。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这个人呢是正在用电脑的你，而这朵云则是网络。通常来说，我们可以透过像中华电信这样子的网际网络供应商直接连上网络，简单又快速。但这个方法其实不太安全哦，骇客有可能拦截你的上网数据，而且网络上面的其他人也可以轻易的追踪到你的网络位置。不过，如果你有 VPN， 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使用 VPN 的时候，你送出的所有讯息和指令都会被加密，就像是进入了一条隐秘的隧道，其他人很难知道你在传送什么数据。而接着，透过网络加密的讯息会直达远处的 VPN 伺服器，由伺服器将讯息解密之后，才会回传网络，执行你送出的指令。而这样做的好处呢，除了是能够确保你传的内容不会被看光光，也能够把你的位置变成是那个 VPN 伺服器的位置，这样子一般人就很难知道你的真实位置在哪，安全性也可以提高。但讲到这里，如果你还是似懂非懂，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呢会一起来看看 VPN 的应用，让大家更知道 VPN 在做些什么。VPN 大致有3种主要应用哦。首先，第一个是可以保护资安。我们应该都听过，在咖啡厅啊、图书馆等公共场合使用 WiFi 时，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附近有骇客，他有可能会透过这些不太设防的公共 WiFi 害走你的网络数据，像是偷看你的浏览记录啊、监控你的网络活动，甚至是偷走你的账密跟信用卡资讯等等。但如果有用了好的 VPN， 就比较可以降低这方面的疑虑。就像刚刚说的，使用 VPN 的时候，你所有跟网络互动的资讯还有数据全部都会进行加密，而这样一来呢，骇客即使拦截了这些的数据，也只是一堆加密过的乱码，无法解读出任何有用的资讯。所以有些企业呢，就要求员工在远端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公司架设的 VPN 才能够连上内部网络，来避免机密的文件外流，避免大家偷偷骂老板的这个对话都被看光啊！不是，总之呢，这个 VPN 好好用的话，是可以维护公司的资讯安全的。而第二种应用则是可以隐藏身份。这里我们要稍微提到所谓的 IP 位置。我们的手机啊，还有电脑呢，它在连上网络的时候，都会被指派一个 IP 位置。它有点像是网络世界的门牌号码。有了这个门牌，系统才会知道是谁要送出讯息，还有谁要接收讯息。所以刚刚前面我们才说，如果这些资讯没有加密，那大家都可以轻易的从你的 IP 位置查出你在真实世界的地理位置。打个比方哦，假设有个人匿名留言“王虫好
丑，不小心引起了公愤。结果大家注意到这则留言的 IP 开头呢是140.112，那也就是这个台湾大学的 IP 代码。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推测留言者很有可能是台大学生。而这种查 IP 的方法呢，就是乡民们他们在肉搜啊或者征信社在找人的时候常常会使用的手段。那如果你稍微有些网络资历对于这种查 IP 的事情可能会不太陌生。那如果自己不想要很容易被别人查到，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使用 VPN。而使用 VPN 的时候呢，我们的真实 IP 位置会被隐藏起来，而且讯息会先绕远路去 VPN 伺服器一趟。如果其他人想要查你的 IP， 他也只能够查到 VPN 本身的 IP 而已。因此 VPN 可以帮助我们在网络世界当中隐藏身份跟位置。而第三种应用呢，则是虚拟出境。简单来说，有些网站呢，你连上去的时候，都会先侦测你是哪一国的 IP， 再给你对应的语系还有网站的内容。那很多网站呢，都还会锁区，不是那个区域的就看不到。不过，既然 VPN 可以转换 IP 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自己变身成为某特定国家或是地区的 IP， 借此就可以看到那些特定区域才能看到的内容了。例如，以蛮多人都爱的 Netflix 来说好了，从不同国家登入的 Netflix 能看到的片单真的差很大。因此，有些 Netflix 用户呢，会使用 VPN 把自己的 IP 位置改成像是美国啊，或是其他国家，借此观赏台湾看不到的影片。不过要注意这样子的用法呢，也可能会违反使用者条款。但除了 Netflix 之外呢，很多时候像是买机票啊、订饭店或是玩游戏的时候，不同国家的价格跟福利都不太一样，所以有不少人呢就会透过 VPN 找出最划算的方案。而这种虚拟出境的功能，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应用，那就是中国的翻墙软体。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严密的网络长城来封锁、过滤来自国外的网络讯息。而对于想去墙外看一看的中国人来说 ，VPN 就成为了突破网络封锁的主要方法之一。许多人会使用 VPN 来骗过防火墙，去浏览像脸书啊、YouTube 等等的国外网站。而有些中国的学术单位呢，也需要透过 VPN 才能够翻墙出去，浏览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呢，其实也有一些中国的网站内容是墙外看不到的，像是知名的影音平台爱奇艺啊、哔哩哔哩，就有一些影片会锁区，只给当地的民众收看。而这个时候呢，也需要用 VPN 逆翻墙才能够看到这些隐藏内容。简单来说，不管是墙内还是墙外， VPN 都是双方能够互相交流的好帮手。那说到这里，我们大致了解了 VPN 有什么好处以及它的各种应用。不过有的时候这些 VPN 的优点呢，反过来会变成大家最头痛的问题。VPN 高度匿名性的功能呢，成为了许多坏分子的最爱很多诈骗集团呢，都会使用 VPN 作为跳板，将机房的 IP 位置变来变去。昨天在澳洲，今天在日本，明天又跑到非洲。如此一来呢，就能够把警方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到诈骗犯的位置。而很多骇客也都是用这一招来躲避各国政府的追捕。负责处理电信犯罪的刑警表示一般人来说呢，这个普通人使用 VPN 做坏事，他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找到真实的 IP 位置，揪出幕后的黑手。但如果是专业骇客使用 VPN，追查上面就真的会困难许多，成为了治安上的死角。而除了作为犯罪工具的争议之外呢，这几年其实也有不少人呼吁说，希望大家谨慎的使用 VPN， 因为 VPN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安全。首先，虽然 VPN 可以提供一定的自然防护，但 VPN 的供应商本身却有被骇客入侵的风险。全球知名的 VPN 公司 NordVPN 呢，曾经在2019时遭到骇客入侵资料库，导致部分用户的网络足迹被看光光。那虽然并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各自外泄，但这样子的情况显示，即使是业界知名的 VPN 公司，都还是会出现自然漏洞。而不少专家也警告，现在网络上面有许多免费的 VPN， 防护能力都严重不足。等于说，前面讲的那个加密资讯的隧道，根本就变成了透明隧道。结果你以为很安全的隐秘就去做一些秘密的事情，但都有可能全部被发现。那如果大家因为便宜而下载这些 VPN， 反而更容易得不偿失。而另外一种风险呢，则是 VPN 供应商主动搜集甚至是贩卖用户的网络数据。像是2019年呢，脸书就利用自行开发的 VPN 软体 Facebook Research 搜集了青少年们使用社群媒体电子邮件还有其他网络活动记录。而事情曝光之后，引起了各界的挞伐，然后他们的 App 也遭到了苹果火速下架，让脸书不光彩的事迹又增添了一笔。而另外也有媒体指出，现在市面上常见的 VPN 有30%的母企业都是中资公司。而在中国政府强力的网络监督下，这些公司不一定能够拒绝政府的黑手，或许你在使用 VPN 时，数据已经被送中了也不知道。那假设你人在中国，或者是已经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你以为用 VPN 翻墙出来可以躲过党的监控，殊不知呢，这个翻墙工具本身就有通报系统，那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不过这个议题呢，完全可以再开一集来讨论。那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先去看看我们之前做过的强国志说书。那现在还是先回到 VPN 的讨论吧。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会员投票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好奇的社会现象，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啊，这集虽然很像在业配 VPN， 但真的不是。而且呢，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网络上面除了 VPN 的介绍之外，也有不少人认为 VPN 无用或者 VPN 浪费钱。自己认为呢 ，VPN 公司的行销方式把 VPN 讲的可以完全的防护资安，但真正会让使用者遇到资安危机的关键，通常是自己乱点恶意连结，下载到有病毒的档案，或者是同一个账密到处使用等等，而这些都不是 VPN 的守备范围。那我们是觉得其实这两者也没有什么互斥。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话呢，那使用一个好的稳定的 VPN， 真的能够提高自己的资安跟隐私等级。不过对一般使用者来说，这可能有点太进阶了。那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在网络钓鱼诈骗这一集里面提到的一些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呢，平时最好也都要把防火墙打开，尽量选择安全的网站连线等等。当然这些事情都要做到，老实说真的很麻烦，但也只有把每个环节顾好，才能够把防护网建立起来，保护自己的资料安全跟隐私。好的，那这一期就到这边了。我今天想问大家是，你平常有在用 VPN 吗？有，远端工作的时候呢，都会用到 有会用 VPN 在国外看剧啊，或是网购。C 没有，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需求。D 没有，对 VPN 的资安防护不是很有信心。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VPN 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网络的钓鱼诈骗以及中国是如何成为强国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